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夜话心语。恋爱6年，谈婚论嫁，水到渠成。婚礼当天，他假死的白月光回来了。他丢掉婚戒，扑进白月光怀里，互诉衷情。我直接喊来工作人员，当众将新郎换成白月光的名字。那我就成全你们。可在我选择放手后，他又苦苦求我回头。温锦川，一声呢喃从身旁传来，我抬头顺着钟游竹的视线看过去，是一个一身西装的男人。握在掌心的手微微颤抖着，让我无法将戒指给钟游竹戴上。钟游竹，我们在结婚。我施了一点力道，低声提醒着眼前失神的爱人。可钟游竹没有一丝一毫的反应，只是望着来人，突然红了眼眶。游竹，我回来了。来人只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，钟游竹打转的泪珠就滚落下来。望着钟游竹的泪眼，我有些怔忪。与他恋爱6年，这是他第一次显露出这么强烈的情绪。往常无论我做什么，他看向我的目光总是淡淡的。不管是为他策划惊喜，还是惹他生气，他除了微笑就是皱眉。不止一次让我感到挫败，甚至让我感觉不到他对我的爱意。可我们又实实在在谈了6年恋爱。趁我失神，钟游竹一下子挣开了我的手，手中的戒指一下子被他打落到地上，滚落了几圈，却无人在意。我抬头，只能看着他提着厚重的裙摆扑到温锦川的怀里。温锦川，这么多年你去哪了？你为什么不回来？为什么骗我？让我以为你真的死了。钟游竹哭诉着，似乎要将我们恋爱6年没有表露的情绪一下子全都发泄出来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温锦川不停地道歉，紧紧抱着钟游竹。你知不知道，我就要嫁给别人了？我知道的，对不起。温锦川的头从钟游竹的脖颈间抬起，直直地望向我，带着隐隐约约的敌意与嘲弄。我接收到了，却没有他想象中的跳脚。两人如一对璧人般的场面印在我的眼底，周围传来若有若无的打探目光，有同情，有看戏，也有幸灾乐祸。我面上维持着自尊，面无表情，心里却悟得一痛。我与钟游竹的6年，现在却只落个别人的下场。宾客渐渐骚动起来，我的目光直直地落在两人身上。这婚还结吗？听到我的声音，钟游竹这才从温锦川怀里抬起头来。他回看着我，眼睛红红的，让我有些不忍。我逼着自己与钟游竹对视，我问他，你还想和我结婚吗？沙哑的声音一出，连我也吓了一跳。原来我并没有表面上的冷静自持。钟游竹犹疑了，他的视线落在我和温锦川之间，脸上泛着纠结。我在心里默默数着，在他的视线落在温锦川身上比我多1秒时，我按下了暂停键。既然这样，我替你选择吧。我带着留恋暗藏悲戚的眼神再看了一眼钟游竹，垂下眉睫，换来了司仪。麻烦将新郎的名字换成温锦川。此话一出，全场哗然，连钟游竹也不可置信地看向我。林自成，你疯了吗？而温锦川也附和着，我只是来看看游竹，你没必要这么大反应吧。这是第一次，钟游竹因为我显露出这么强烈的情绪。温锦川回来后，他的七情六欲仿佛也回来了，可惜却是怒气。我笑了笑，装作浑不在意地回他，我只是成全你们，我有错吗？我慢慢走下台，一步步向他们靠近。温锦川下意识抱紧了钟游竹，而钟游竹也后退了一步。
这小小的举动却让我的心在滴血。我从他们身边经过，只留下了一句话：祝你们幸福。说完，我头也不回离开了婚礼现场。我身着白色西装走出酒店，胸前的红花亮眼，我却一把抓下扔在了垃圾桶里。开车回家后，红彤彤的喜字到处都是。明明是前一晚我满怀欣喜贴的，现在却格外讽刺。我将自己瘫在沙发上，放空思绪。我不明白，我和钟油竹的6年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？这6年里，我不止一次向钟油竹求婚，却一次次被他拒绝。他总说自己还没准备好，于是我等啊等，等到了第6年。在连我都不抱期望的最后一次求婚时，他突然答应了我。没有往常盛大的烟花，没有娇艳的鲜花，只是一个平常的晚上。我回家时给他带了一碗馄饨，在馄饨缭绕的热气中，他望了我很久，突然开口：我们结婚吧。那时候巨大的惊喜笼罩了我，直到现在我还有种恍惚感。看到钟油竹拍开我的婚戒，奔向温锦川时，我甚至有种梦醒般的感觉。我不由得露出对自己的嘲笑。我以为6年足够捂热他的心，可现实狠狠给我了一巴掌。我将手臂横在脸上，压抑着自己的情绪。就这样哭坐了一下午，在晚上，钟油竹回来了。门咔嚓一声开了，却半天没人进来。我望去，只能看见钟油竹一片衣角。锦川，我已经到家了，你快回去吧。你不分昼夜赶回来，一定很累吧？快去休息吧。钟油竹的声音传进我的耳里，饱含着对温锦川的担心。可我日日夜夜跟着婚礼进度，生怕不能给钟油竹一个完美的婚礼，也得不到他对我一丝丝心疼。甚至他还亲手毁了我的心血。油竹，你确定能行吗？今天我回来的太不巧了，我怕他怪罪你。温锦川满含暗示地回应着，立刻得到钟油竹否定的回答。没事的，林子成他不敢。你快回去休息吧，今天让你受委屈了。他的声音里饱含着对轻易拿捏我的自得。门咔嚓一声关了，钟油竹进来了。没有前一秒的巧笑倩兮，看见我的那一刻，他突然就失去了所有表情。我回来了，简简单单的4个字，没有任何道歉，也没有任何解释。温锦川错了，他根本不用担心我对钟油竹不利。在我们之间，向来是他左右着我们的关系。若是以往，我大概会歇斯底里质问他为什么，然后他再轻飘飘来一句没有为什么。可现在，我却突然失去了与他争吵的力气，不过是冷漠相待罢了，我也可以。我没有回他，反而拿出了手机，不在意地刷看。钟油竹站在原地等了几秒，也没等来我那句为什么。他看着我，有些诧异，最后自己忍不住开口：你不问我为什么？我抬头递去无所谓的一眼：没什么好问的。钟油竹皱起了眉，快步来到我跟前：林子成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我心中冷笑，依旧保持冷漠。明明这是他惯常对我的方式，现在用在了他自己身上，他又不习惯了。林子成，你有没有听我说话？手机里有什么比我还重要吗？钟油竹一把抽出我的手机，怒斥着我。翻过我的手机一看，他却愣住了。上面是我们的聊天记录，清一色的一片绿，白色部分一眼看到头。最后一句还是婚礼前一天凌晨我发过去的。油竹，我现在兴奋得睡不着，我好开心，6年了，你终于要嫁给我了。现在看来是多么讽刺。
钟有竹缓和了表情，开口解释：“当时我就是看到锦川太激动了，下次不会了。”“没有下次了。”我淡淡的回他。“林自成，你什么意思？我都低头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咄咄逼人？我已经告诉他们婚礼延后了，到时候你再加点钱补办一个不就行了吗？咄咄逼人！”我简直要气笑了。到底是谁咄咄逼人？是谁毁了婚礼？钟有竹张了张口，却哑口无言，只得别过头去，并不正面回我的话。你现在需要冷静，等你冷静下来，再跟我说话吧。他又变成了以往的模样，最擅长冷漠地看我发疯。可我却不会像以前那样反思自己了。我又重复了一遍，告诉他，也告诉我自己，没有下次了，随便你。那晚，钟有竹扔下这句话就摔门而出，直到3天后才回来。没有钟有竹的3天，我发现并没有我以为的难熬。彼时我正在被窝里酣睡，睡得很香。他突然推开门，一把掀开我的被子，惊醒了我。“林自成，你还睡？知不知道几点了？”我迷迷糊糊地睁眼，看着钟有竹浮现出怒气的脸庞，只觉得莫名其妙。见我不像以往那样主动认错，他噎了一下。“今天是我回门的日子，你还不快起来？”“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不是应该去找温锦川吗？”我认真地回答了他，下一秒却被一巴掌扇在脸上。他手上的美甲在我脸上刮出了一道血痕，让我忍不住嘶了一声。我顶了顶疼痛的嘴角，将被打得偏过去的头挪正。钟有竹胸口大幅度起伏着，打我的手还在微微颤抖。“林自成，你怎么能这么没良心？跟我领证的是你，你不跟我回去，我怎么向爸妈交代？别把你恶心的想法强加在锦川身上。他今天还在祝我幸福，你呢？只会吃醋。我真是后悔跟你谈了6年。”我对上他充满怒气的视线，嘴角勾起嘲讽的笑。“你说错了。”钟有竹一愣，我继续说道：“我不是吃醋，是死心。还有，谢谢你提醒我，改天就去把离婚证办了，你也不用回门了。”话音落下，钟有竹却慌慌忙忙摇头反对着：“不行，我不同意。我们才刚领结婚证，你让我的脸往哪放？”钟有竹急切地望着我，试图用巴掌让我闭嘴。但这次我不会让他如意了。我抓住他的手腕，盯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顿：“从你为了温锦川打掉我们的孩子的那一刻，我就该死心了。我真后悔当初答应与你结婚。”他瞪大了眼，眼底打转的泪花流了下来。这是我第一次对他说这么重的话，也是第一次说后悔。钟有竹将嘴唇咬得发白，微微颤抖着，可我却不会有一丝一毫心疼了。“钟有竹，我爱了你6年，但现在我只觉得恶心。我选择放手，也希望你放过我。”卡点那天钟有竹走后，我一点一点将他的痕迹清除。家里对称的情侣牙杯，钟有竹嫌幼稚，是当初我死缠烂打买下的。同款的围巾是刚确定关系时我送给他的，温暖了我们一整个冬天。可在温锦川假死后，钟有竹情绪失控，在一次吵架中，他摘下围巾就狠狠地扔进垃圾桶里。我默默地捡了起来，洗干净后压在了衣柜底部，将自己干净的围巾给了他。现在从衣柜底部拿出这条围巾扔进垃圾桶里时，我却发现自己再也没有当初心痛的感觉了。钟有竹打来电话时，我正在拆除家里的婴儿房。
当初收到她怀孕的消息后，我兴奋地空出一个房间，亲手布置。可后来温锦川一声不吭地消失后，他转头就打掉了孩子，说那是欠他的。婴儿房锁了起来，我一直期待着赢回钟由竹的心，和他再孕育一个孩子，然后一起打开这个房间。兜兜转转，依旧是我一个人站在里面，而且是亲手拆除。子成，这个定义画是你送的吗？电话那边声音游移，带着复杂的情感。这段时间发生了太多，导致我竟忘了这回事。这是一幅花了6年时间制作的巨大定义画，上千万颗钉子与无数根线勾勒出钟由竹的模样。我一直计划着在我们的婚后蜜月里送给他，可惜我们离婚了，但画又阴差阳错送到了他的面前。刚刚有人打电话给我，说是一个姓林的先生拜托他们工作室送来的，是你吗？钟由竹说的小心翼翼，带着期盼与后悔。是，我大大方方承认了。我等会就打电话让他们拿走扔掉。不行，电话那边急切地否定了。林自成，你送我了，怎么可以拿走？那你答应与我结婚，为什么要毁掉婚礼？我淡淡的反问，却一针见血直戳的对面哑口无言。你就当是我鬼迷心窍吧。钟由竹停顿了许久，在开口时声音透着艰涩。我喜欢他，喜欢了很久，一直想嫁给他。直到他的消失，我才开始慢慢放下。这6年里，我与你相处时未尝没有真心。当初答应和你结婚也是真心的。我当时只是一下子弄不清自己的感情，现在认清了，你能理解我的，对吗？第一次听钟由竹剖白对另一个人的感情，我奇怪的没有任何生气的感觉，连他对我的真情流露也没有以往的欣喜若狂。我只是静静地听他失真的声音传过来，心如止水，甚至觉得烦躁。别说了。我打断他的絮絮叨叨，冷冷的回应：再说也没用了，都过去了。我等会儿就让人将画搬走，以后不会有这样的事发生了。那么大，你要搬回家吗？钟由竹颤抖的声线还藏着一丝期待。其实那个角度的我不太好看，我给你拍张好看的好吗？这一次我们一起制作，不，我准备扔掉。家里容不下，既容不下那幅画，也容不下钟由竹了。看到那幅画，只会让我后悔那6年的感情付出。要怎么样，你才能原谅我？抽泣声清晰传进我的耳里，我却不为所动。除非你让那个死去的孩子回来。世界突然寂静了，只留双方的呼吸声。我挂断了电话，继续拆除着婴儿房。和钟由竹约好领离婚证的那天，我一身休闲，状态轻松，而钟由竹却眼眶通红，泛着血丝。是温锦川陪着他来的，两人紧紧依偎着，一如当日婚礼现场。但我却没有任何想法，甚至还想评论一句：俊男美女，登对。我想着想着，不小心将心声说出了口。钟由竹立刻瞪大了眼，几乎又要落泪。他朝我哽咽道：林自成，你有必要这么羞辱我吗？我立马惊讶起来，瞄向了一旁的温锦川。夸你们相配还有错了？我深深的不解，而温锦川却黑了脸，沉声回我：我和由竹是清白的。林自成，你怎么能对由竹这么残忍？他陪了你6年，你不配对他阴阳怪气。我顿时无语起来，不愿再与这两人交谈。随你们怎么想。丢下这句，我率先进了民政局。
中邮主与温锦川一进来，有工作人员上前温声提醒他们，结婚登记要排队等候。中邮主立刻拉开了与温锦川的距离，不停地摆手，反复强调他们不是来结婚的。我能感受到他若有若无的视线落在我身上，似乎想看我的反应。可他失望了，我一个眼神都没给他，甚至觉得温锦川尴尬的脸色更有趣。中邮主只得垂下头，艰涩地开口：“我是来离婚的。”又一次跟中邮主同坐在一起，我竟有种恍然如是的错觉。在工作人员发放资料给我们填写时，中邮主频频看向我，甚至悄悄向我靠近。但我不顾他祈求的目光，不动声色拉开了距离。他的动作瞬间僵住了，接下来的一系列流程都像行尸走肉般。我们各自拿到离婚证后，我正准备开门离开，中邮主叫住了我：“林子成，为什么我们走到这一步了呢？”他惶惶地问我，带着真实的疑惑：“明明我们在一起了6年，为什么6年就换来这个？”中邮主举着手里小小的一方红本，烫金的离婚证3个字刺眼无比。是你自己不珍惜，我没有回头，不愿再看那张熟悉的脸庞和眼泪。若是曾经总是淡漠的他，一滴泪足够我惊异心疼许久。现在他变得情绪鲜艳，不是因为我，他的眼泪也不会让我再有任何波澜了。跟我在一起时，他珍惜温锦川；跟我分开后，他又开始想珍惜我。可这世上哪有这么好的事？邮主，你别跟他说那么多。身后传来温锦川故意扩大的声音：“你现在应该高兴，终于可以摆脱他了。”在温锦川的兴奋中，我开门离开。坐在车上，我发动汽车的期间，往里瞄了一眼。与温锦川喜形于色相反，中邮竹面向他时却笑得勉强。我冷眼看着他们，婚礼那天的场景仿佛再现了。不过，中邮竹和温锦川不再深情款款，而我也不再暗自神伤。回到家后，离婚证被我随手扔在了抽屉里，而旁边躺着结婚证。当初领到结婚证时，我是多么高兴，连一向冷淡的中邮竹都被我感染地笑了起来。那时候我望着他，看呆了眼，被他嗔笑了一路。现在想来，都是掺着蜜糖的刀子。温锦川的回归，立刻撕破了我们这6年幸福的假象。不过，我还得感谢他，让我下定决心舍弃中邮竹。领完离婚证后，我立刻删掉了中邮竹所有联系方式，计划着搬离这里。我其实并不爱这个城市，潮湿的让人透不过气。但中邮竹喜欢，于是我就义无反顾跟了过来。收拾好行李，准备离开的这天，我一开门，便发现中邮竹蹲在我的门口。不知道他待了多久，站起身时甚至踉跄了2步。可我早已改掉了下意识接他的习惯。他抿了抿嘴，自己站稳了跟脚，开口一阵沙哑，让我怀疑是不是中邮竹本人。这个给你看看。他抬手递给我一张信封，我接了过来，随口猜测道：“你和温锦川的婚礼请柬，你就算亲手给我，我也不会去的。”我一边说一边打开，中邮竹却突然红了眼：“不是请柬。”他摇了摇头：“是你当时夹在画背面的信。”我的手一顿，失去了打开的欲望。那是一封记录一个人长达6年的爱恋的信，记录着制作定义画时的所有幸福心情。无数次被扎破了手，也只是随意擦掉。无数次想起爱人的脸，都是甜蜜的微笑。我将这封信藏在了画的后面，作为另一个惊喜。我想告诉中邮竹，我真的很爱他。
但现在钟有竹不配我的爱。好，你可以走了。我冷淡的赶人，钟有竹却像听不懂般杵在原地。子成，他一开口，眼底就蓄了泪。我错了，真的错了。现在我才发现，我只是把对温锦川的执念当成了喜欢。你离开后，我一直浑浑噩噩。咱们重新开始好吗？我看着他，眼中早已没有当初的疼惜。我知道让钟有竹低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。那6年里，他最大的让步就是在我生气时发一个表情包，一个萌萌的小猫。每次我一看到就能带入他，一下子原谅他。现在他真实的在我面前说着忏悔的话语，我却直皱眉。麻烦你让让，别挡路，我还要赶飞机。极其无情的一句话，立刻让钟有竹身形晃了晃，好像站不稳般。空气沉默了良久，钟有竹咬了咬牙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戒指盒，打开一看，是当初婚礼上滚落的戒指。酒店前段时间给我打了电话，说找到了这枚戒指。我看都不看，直接越过它。我不要了，你自己留着吧。拉着行李的手传来一阵拉力。林子成，钟有竹叫停了我。我回头看到他将戒指取了出来。人心都是肉长的，这6年以来，我对你也是有感情的，否则当初我怎么会主动要求结婚？我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，是我的问题，但是也不能全怪我呀。我当时是真的以为温锦川喜欢我，以为是我害得他消失、死亡，你为什么不能理解我呢？钟有竹顿了一下，收敛了自己越来越高的声音。你愿不愿意再给我戴上戒指？他期盼地望着我，让我想起了那晚隔着混沌热气的眼睛，雾蒙蒙的，但有星子闪烁。可惜物是人非，我再也感受不到当时胸腔内快速震动的心跳了。我不愿意，像当初婚礼上，我没有得到我愿意3个字，现在钟有竹也得不到我的愿意。我最后一次真诚地看着他，就像那个回不来的孩子，我们之间的感情也回不来了。我花了6年都没能捂热你的心，温锦川一回来，你就放弃了我。如果我再接纳你，那不是显得我很蠢？钟有竹的眸子一下子暗了下来，他拿着戒指的手颤抖着，最后脱力般垂了下来。和当初婚礼上一样，戒指滚落在这，无人在意。钟有竹，我们好聚好散吧。我不想再与你有瓜葛了，那样会显得我很倒霉。你这6年都在欠人的路上，最终哪个都没留住。我用平淡的语调吐出绝情的话，话音刚落就转身离开。林子成，后面传来撕心裂肺的声音，但我没有回头，一路向前，开启我的新人生。飞机越升越高，脚下的城市逐渐变成一个黑点，直到再也不见。这座城市连带着钟有竹都被剥离出我的人生。我看着蓝天白云，阳光穿透云层，豁然开朗。我一直在意的6年沉没成本，放在我长长的一生中，其实不值一提。钟有竹也不值得。我回到了老家的城市，家里给我介绍了一个姑娘，名叫楚月可。乍一看到她时，我恍然间仿佛看到了6年前的钟有竹。明明他们2个长得一点都不像，硬要说的话，一样的棕栗色头发上闪的光泽比较相似。楚月可很认真地做着自我介绍：你好，我叫楚月可。那个模样让我想起了第一次见钟有竹时，学生时期，一个明媚的同学在台上做着自我介绍，然后在身边落座。你好，我叫钟有竹。其实我喜欢你6年了。
我一晃神，记忆中的脸变成了楚月可的模样。那时候我太害羞了，不好意思告诉你。面前的人恰到好处羞红了脸。后来你又突然离开，我找不到你了，我都后悔当初没能要到你的联系方式。幸运的是，你回来了。这次我有勇气追求你了。楚月可笑的甜美，连我都感染到了，不由自主露出笑意。心里一股暖流淌过，背中由竹伤的荒芜的心又开始枯木逢春。我们顺理成章的相知、相熟、相爱了。在结婚后的1年，楚月可怀孕了。我和她一起亲手布置婴儿房，一起期待着孩子的降生。关于中游竹的记忆渐渐被覆盖，最后连这个名字都慢慢模糊。直到孩子降生的这一天，我守在手术室外焦急等候。一个陌生的电话迟滞不懈地打来，我烦躁地接听了电话，一道熟悉却陌生的嗓音响起：“子成，你还会回来吗？我给你准备了礼物，照着你以前的照片做了个定义画。原来做这个这么难，我的手都被扎破好多次。”电话那边的声音有些失真，显得说话人失魂落魄的。我把它放在你家门口了，你能回来看一眼吗？中游竹小心翼翼传达着期盼，强烈的情绪仿佛要冲破时空的阻隔来到我面前。我沉默了。不是因为犹豫，而是想着怎么拒绝。突然，手术室的灯暗了，医生走了出来，伴随着响亮的嚎哭声，医生将襁褓中的孩子递向我：“恭喜你，是一个女儿。”我有着初为人父的青涩与不知所措，半天才想起电话那边还有人。没有任何理由，没有任何借口，干脆利落的一句不能。话音刚落，我才发现电话在前1秒挂断了，但我也没有太在意，随手放回口袋，空出手拥抱我的孩子，拥抱我的心声。全文完。